印度的 LCA 要抢枭龙战斗机的生意了。阿根廷确认，印度 LCA 光辉战斗机是其 FAA 战斗机合同的关键竞争者。那么，印度的目标能否达成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阿根廷空军一直在积极寻找先进的战斗机。我们知道，英阿马岛之战以后阿根廷受到了英国的严厉制裁。那么，英国的各个盟友，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都不能够向他出售军火，尤其是先进战机。那么近年来呢，阿根廷所拥有的一些战机越来越老旧，逐渐退出了现役。可以说，他现在急需购买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轻型战斗机来补充它的不足。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一些国家向阿根廷推荐了自己的产品，比如说瑞典的 JS39、韩国的 FA50 战斗机，都是作为一个选项提供给了阿根廷。当然，阿根廷好像前一段时间更青睐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开发的枭龙战斗机。在瑞典的 JAS39、韩国的 FA50 战斗机受到英国的阻挠，而最终谈判终止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买到先进战机，阿根廷曾经将目光转向了中巴联合开发的枭龙战斗机。有报道说阿根廷已经正式将购买12架枭龙3战斗机的资金列入到议会2020年的预算草案里面了。但是最近阿根廷官员否认了这些传言，其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经要求为2020年的预算提供高达6.64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多用途战斗机，以便监视和控制领空。同样，该国的国防部也澄清说，他没有选择任何来源的超音速战斗机。目前仍处于5种竞争飞机的技术、经济和财务评估阶段。上周在接受西班牙语言网站采访时，阿根廷的空军司令表示，在收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型战斗机的报价后，阿根廷空军也正在等待美国和印度的提议。他说，我们有几个报价，这里面既有中国的 JF-17， 也就是枭龙，也有俄罗斯的米格35和米格29。虽然我们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具体报价，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报价。我们还与印度进行了联系，印度想向我们提供光辉战斗机，我们只进行了一次会谈。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达万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宣布，印度空军的光辉轻型战斗机将于2024年3月开始交付。马达万曾经表示，有几个国家对购买光辉战斗机表示了兴趣，它可以为那些寻找廉价战斗机的国家提供绝佳的选择，并且说它的改进型将配装有源相声雷达以及中远程的拦射弹和电子弹的套件，甚至还可以增设空中加油系统。该机已经竞标了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采购计划。由于阿根廷空军现在正在寻找它计划用于监视和空域控制角色的多用途战斗机，那么印度本土的轻型战斗机 LCA 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选项。然而，印度的 LCA 的首次出口机会也可能会被英国所阻止，因为这款轻型战斗机使用的是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研发的弹射座椅。那么这种弹射座椅比较先进，印度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4个国家可以开发战斗机用的弹射座椅，那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和英国。那么该战斗机如果不能配装马丁贝克公司的弹射座椅，只能寻求俄罗斯或者是美国帮忙了。而俄罗斯的弹射座椅或者是美国的弹射座椅是否能够装在 LCA 战斗机上，这还是两说着。
何况美国受英国的影响，大概率事件是不会向它提供新型的弹射座椅的。而俄罗斯目前使用的弹射座椅个头都比较大，能不能塞到 LCA 里面，这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何况该机呢还配备了其他英国所提供的一些设备，比如说空中加油的探头就是由英国公司提供的，另外的一些设备呢也是由英国公司生产的。因此 LCA 要想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军机竞标阿根廷空军的轻型战斗机项目，恐怕遇到的麻烦还比较多。从目前的情况看，真正能够向阿根廷空军提供先进战机并且不受英国影响的，只有中国的枭龙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米格35或者是米格29战斗机。最终阿根廷空军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是看好俄罗斯的飞机呢，还是看好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开发的枭龙？这个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我们才能看到结果。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